足足1个小时之后，客厅门终于打开了。3只中华田园犬齐齐站了起来，就像等着主人来喂食一样。江晚星率先走了出来，他的俏脸之上虽然仍旧没有太多表情，但更没有出现凛冽的杀意，甚至连一丝怒气都瞧不见。苏无忌一看到江晚星的这副表情，便随之放下心来。晚星，白旭阳的一颗心显然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他挠了挠后脑勺，尴尬地笑道：你和白木哥聊得怎么样啊？江晚星说道：木哥姐要走了。要走了去哪里啊？苏无忌立刻问道：去新加坡。这时候穿着一身白色风衣的白木哥已经走了出来，他的手边还有一个28寸的白色行李箱。深秋的风轻轻吹拂他的长发，配上那受伤之后仍旧显得苍白的面颊，平添了一丝离别的萧瑟味道。苏无忌一皱眉头：你的伤还没好，去什么新加坡？在国内老实待着不行吗？白旭阳：受伤受什么伤？白木哥没搭理自己的老弟，他凝视着苏无忌的面庞，明显能感觉出他对自己的担忧与关心。这样的关心他会接受，但不会听从。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好好对晚星。白木哥对苏无忌说道，显然他去意已决。江晚星站在一旁，听了这句话，眸光微闪，眼弧的波纹之中尽是复杂与感叹。苏无忌一把抓过了行李箱的拉杆：白木哥，你别任性，你给我留下来养伤。他的另外一只手还想去抓白木哥的手腕，却被后者一甩手躲开了。我出国散散心，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的。白木哥没什么表情，说道：你们不要送我，也不要联系我。苏无忌：那我送你去机场。白木哥却再度拒绝了：没必要，让司机送我就行了。苏无忌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说道：我怕你跑得不回来了。然而白木哥却抬起了左手，在苏无忌的面前晃了晃。在朝阳之下，那翠绿欲滴的镯子似乎汇聚了世间最热烈的生机，正闪着动人的光。他的眼光柔和，声音更是罕见的轻柔：被你家晚星拴着呢，跑不了。听到这句话，江晚星笑了，只是笑着笑着，他抬起手来轻轻试了试湿润的眼角。苏无忌愣在了原地，几秒钟之后，他看到江晚星那空空的手腕，才恍然大悟。晚星，你这……他的话没说完，被汹涌而起的情绪噎在了喉咙里。江晚星轻笑着摇了摇头，往苏无忌的旁边靠近了一步，轻轻挽住了他的胳膊。而这时候，白木哥已经上了车，司机则是把行李箱放进了后备箱，静静地坐在后排。白木哥没有往几人的方向看上一眼，深秋的晨光透过玻璃，洒在他那苍白到近乎半透明的脸上，竟是透出一股美艳不可方物的感觉来。车子缓缓开动，白旭阳回过神来，看了看江晚星和苏无忌，叹了一口气。他也知道自己确实不该再对晚星怀有任何执念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是被此时的情景所触动，还是由于彻底想通了。这时候的白旭阳居然没有一点失落与酸楚。秦桂林看着白木哥离去的车子，用胳膊肘捅了捅苏无忌：喂，无忌，你还愣着干什么？苏无忌：干啥？秦桂林说道：你应该去追着车子跑，一边跑一边喊：鸽子，
你要开心，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幸福啊！白旭阳打了秦桂林的后脑勺一下。你这个二逼，以为是小月在拍电影呢。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岳冰凌接连打了个好几个喷嚏。岳组长怎么了啊？邵永阳问道。热伤风了。没事。岳冰凌看着眼前的电子地图，声音淡淡。邵永阳。哦，那就是无忌想你了。岳冰凌又控制不住的打了好几个喷嚏。他穿着一件黑色 T 恤，在黑色显瘦的效果下，整个人显得更为瘦削了。这几天来连续作战，身为行动组长的他，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没有超过3小时，脸上透着很明显的疲惫以及淡淡的烟尘。接下来该怎么办？邵永阳说道。那一小股佣兵大概不到20人，从兰斯尼亚逃进了普勒尼亚境内，咱们是打还是围？岳冰凌面无表情。那就打到普勒尼亚去。万辉尘上校站在一旁，微微颔首说道。可以，我赞成。华夏曾经在上世纪给非洲兄弟援建了一条铁路，从普勒尼亚纵贯兰斯尼亚，简称普兰铁路。而在军方交流团的飞机失事之前，江晚星的母亲方兰霜就是具体负责调研这条铁路的重修工程的。邵永阳说道。我们对普勒尼亚的地形没那么熟悉，如果对方给我们设下陷阱的话，就会有点麻烦。在这支3人领导小组里，岳冰凌的意见是起决定作用的，而更加具体的作战计划则是由万辉尘来负责。万辉尘说道。这些沙溢佣兵团的佣兵可能是要横穿普勒尼亚国境，逃往巴托梅乌港，然后从该港口出海。我们可以兵分2路，一路追击，另一路直接去港口进行拦截。这几天时间以来，沙溢佣兵团群龙无首，烈焰大队节节胜利，并没有遇到特别有效的阻击。起码从表面上看来，这一支在非洲大地盘踞已久的佣兵团几乎已经被打散了，化为极小股溃兵四散奔逃。而战斗力的那一支沙溢溃兵径直逃入了普勒尼亚。烈焰大队只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们的身上便可以，至于其他零散的溃兵则是不足为虑。岳冰凌说道。要提防他们的阴谋，直觉告诉我，他们没那么容易失败。的确，虽然沙溢的团长被抓了，可是要是这么稀里哗啦的败了，可绝对不是那一支沙溢的风格。岳冰凌从未犯下轻敌的毛病，他时刻记得，当年这沙溢可是能让宋鹤鸣头疼的队伍。他的目光随后落在那电子地图上，总觉得这非洲的山峦大地上隐藏着不少的迷雾。可是这时候放在临时指挥部会议桌上的一台对讲机却响了起来。指挥部，我是烈焰大队侦察 B 组，我们与侦察 A 组失去联络。通讯器那边的声音很急切。侦察 A 组目前已经进入普勒尼亚，原定于今天和我们会合。侦察 A 组一共10人，打了几天遭遇战之后，减员2人和经验丰富的沙溢佣兵团对战，这种程度的减员算是可以接受的了。但现在8人齐齐失联，情况显然非常复杂了。这对于几天来一直顺风顺水的烈焰大队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岳冰凌 B 组停止行动，等待指挥部命令。万辉尘立刻尝试联系侦察 A 组，也是始终失败。他摇了摇头说道，这一下我们不去普勒尼亚也不行了。兵分3路，一路继续追击沙溢溃兵，
另一路调查 A 组去向，第三路提前去巴托梅乌港拦截。岳冰凌的声音很冷静，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万辉尘肃然说道：好，我去安排。说着他就要走出去。而就在这时候，岳冰凌的手机嗡嗡震动了2声。这是他在国内的手机在非洲行动期间几乎没有响过。这一刻，岳冰凌的心中本能的有些不太好的预感。他打开手机一看，收到的是一条消息。消息内容是：华夏特种部队，你们的8名优秀侦察兵被我扣住了，想要换他们活命，就把伊文斯团长交出来。这条信息还有一个署名：沙溢副团长特摩多。岳冰凌把信息拿给万辉尘和邵永阳看了看。所以他们怎么搞到我的号码的？邵永阳眯了眯眼睛，流露出了危险的目光。或许我们从国内出发之前就已经被盯上了。也许在华夏国内有一支枪正悄悄对着他们的后背，扳机时刻都有可能扣下去。万辉尘的眼睛里战意凛冽，说道：是打还是谈？联系首都军区和中央调查局。岳冰凌其实已经有了主意，但还是说道：我需要请示。苏无忌好不容易在德弗兰西岛抓住了伊文斯，岳格格可不想看到他前功尽弃，他想找出一个能够顺利解救8名华夏特种兵的办法。不过当岳冰凌请示的电话打到国内，发现宋鹤鸣和邵飞虎正待在一起呢。而宋鹤鸣也立即给出了一个让他很意外的答案：不出意外的话，现在伊文斯所乘坐的飞机已经在兰斯尼亚秘密降落了。老宋说道。伊文斯已经到了非洲。岳冰凌的眼光一闪，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宋鹤鸣说道：昨天安排的，现在看来这障眼法的效果还行。原来早在苏无忌押送着冒牌的伊文斯执行诱饵计划的时候，真的伊文斯就已经上了飞机，被秘密运往非洲大陆了。或许宋鹤鸣早就已经料到对方会玩出这一招来，自己先发制人。他甚至连苏无忌都没告诉。有苏无忌在前面牵扯着敌人的注意力，这一架装着伊文斯的飞机就可以避免半途被击落了。岳冰凌淡淡地说出心声：领导就是领导，老狐狸就是老狐狸。他可从来不会说出任何拍马屁的话，但这次确实对老宋有些佩服。但岳冰凌却没注意到自己的这句话已经颇有苏无忌的风格了。我和当年的沙溢佣兵团交过手，知道他们一贯擅长的风格是什么。宋鹤鸣说道。所以不要慌，当这些人用出这一招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其他好办法了。岳冰凌，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能顺利救出8名战士。邵飞虎从旁说道。我再派个强援给你们。岳冰凌说道。谢谢首长，强援是谁？等到了你们就知道了。挂断了电话，邵飞虎看向了坐在一旁喝茶的中年男人，说道：老苏，是你去还是让你儿子去？坐在司令部里喝茶的那个中年男人正是苏瑞。他听了邵飞虎的问话，说道：废话，还能让谁去？总不能我这一把年纪的还要冲到前线去。你对那边多熟悉，普勒尼亚还竖着你的大雕像呢。邵飞虎说道。我还摸过，是挺大的。宋鹤鸣笑道。我也摸过，当时我们只要一有任务就去摸一摸雕像，
给大伙儿祈福。苏瑞没好气地说道：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别搞这一套封建迷信。其实与其说是祈福，不如说是汲取你这位华夏传奇的杀气。宋鹤鸣很认真地解释道：而且每次摸完，战损率起码能下降10个百分点。邵飞虎说道：让无忌去吧，老苏，要不我把你的好儿媳也派过去。他都没说是哪个儿媳妇。苏瑞直接说道：婉心就别去了，人家妈妈刚回来，你就让她去执行任务，还有没有人性了？邵飞虎转身对自己的上校秘书说道：两件事，安排一台车把无忌接过来，另外给这小子订机票，要最快飞往普勒尼亚的航班，头等舱。其实他算是很细心了，如果真的动用军方专机，万一半路发生什么不可预知的意外，就麻烦了。而国际航班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这种可能性。苏瑞没好气地说道：这小子做什么头等舱？给他买经济舱就行，公家的经费不能这么浪费。邵飞虎说道：我是为了让他享受嘛。我是为了让无忌保持身体状态，让他在路上睡个好觉。宋鹤鸣似乎并没有太担心那8名失联战士的状态，他说道：无忌去和兵民打配合，应该就没问题了。他在德弗兰西岛势如破竹，我很期待他在非洲也能大放异彩。苏瑞倒是没对儿子表达太多的期待，他站起来说道：行吧，你们好好交代交代这小子，我先走了。邵飞虎说道：你对非洲那么熟悉，又是当爹的，你不交代两句？我有什么好交代的？苏瑞一边往外走，一边丢下一句话：让他把小庞带着。苏瑞走出司令部的时候，邵飞虎的上校秘书正准备开车去接苏无忌。苏瑞停下脚步，原地想了想，于是转身拉开门，坐上了副驾。秘书很惊讶：瑞哥，你怎么？回家顺路。苏瑞的眼光掠过窗外岗亭，闷闷地说道：免得这小子总是觉得我不把他放心上。最近总是想打喷嚏，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小子在背后骂老爸。秘书笑了起来：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苏瑞没好气地说道：可不么操碎了心。秘书笑道：父爱不来则已，一来如山体滑坡。当这台军车到达江家门口的时候，江晚星正挽着苏无忌的胳膊走进门，俩人也刚刚从白家回来，聊了一路的白木歌。无忌烈焰大队的8名战士被沙溢佣兵团绑架了，对方要求用伊文斯交换。这上校秘书率先下了车，说道：邵司令员安排你去非洲支援，机票已经买好了。苏无忌一听这话，眼睛里立刻透出了凝重，毫不犹豫地说道：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上校秘书说道：航班是4个小时之后的，完全来得及，你俩可以再聊一会儿。江晚星抓住了苏无忌的胳膊：我跟你一起去吧。前一天才彻底把自己交给这个男人，江少校还不想这么快分开。苏无忌显然会拒绝。那怎么可以？你最近就好好休假，留在首都好好陪陪妈妈。顿了顿，他补充道：说不定等我从非洲回来，能给你带来好消息。好消息。江晚星的眼睛亮晶晶的，心中已然绽开了无穷的期待。他也不顾邵飞虎的上校秘书在场，直接往前一步，吻上了苏无忌的嘴唇。那位上校微笑着转过身去，不再看了。随着江晚星的告别动作，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热烈了许多。
不过他知道苏无忌有任务在身，哪怕在无比情动之下，也只占用了10秒钟，随后便分开了。而这时候，旁边忽然传来了咳嗽声，一个中年男人已经从副驾走下来了。江晚星见状，一下子闹了个俏脸通红。平日里总是直来直去的他，居然立刻变得局促不安了起来。苏无忌瞪大了眼睛，他可没想到老爹居然会出现在这里。不，苏瑞没好气地说道：知道你要去非洲，我顺路来看看你。苏无忌咧嘴一笑：哎，那我可受宠若惊啊。江晚星的左右手互相捏着，明显有些局促地喊道：叔叔。苏瑞立刻笑了，眼光随之变得柔和了许多。晚星还喊叔叔呢。江晚星一下子更加局促了，俏脸瞬间变得滚烫滚烫。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那个已经到了嘴边的称呼，却有些不好意思喊出口。虽然江少校在背后跟苏无忌提起苏瑞的时候，都是称呼咱爸，但真的要当面喊的话，江少校还得适应一下。苏无忌不满了：爸，您刚刚对我还黑着脸呢，一看到晚星您老人家笑得跟一朵菊花似的。苏瑞：不分场合，没大没小。他瞪了儿子一眼，走到了江晚星的面前：晚星以后无忌要是敢欺负你，让你受委屈，你就直接找我。江少校笑着点头，此刻竟是透着些许乖巧。苏瑞继续说道：你也不要始终护着他，把这小子惯坏了，到时候都不知道心疼你了。苏无忌：爸，我哪有这么不堪啊？我还是不是你亲儿子？苏瑞没搭理他，而是走到了江晚星的面前，伸出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晚星放心吧，一定会有好消息的。简单的一句安慰，却让江晚星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他立刻立正，右手抬到眉间，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谢谢叔爸。当这个数年未喊的称呼再度说出口，眼泪已从江晚星那清澈如水的眸子里流了下来。上车之后，苏无忌和老爸并肩坐在后排，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笑着说道：老苏，您老人家这是来给我送助攻的，你这一来晚星都直接改口了。你小子周围都是漂亮姑娘，还用得着我助攻？苏瑞不置可否，随后说道：还有点时间，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抓紧问。苏无忌咧嘴一笑，说道：您就没什么要交代我的？你鬼主意一向很多，我没什么要交代的。苏瑞说道：真要说，那就一句话。顿了顿，他说道：凡事靠自己，不要啃老。苏无忌撇撇嘴：我不信您肯定有话对我说，不然不会专门来一趟。他坚信，以老爸的行事风格，刚刚对江晚星所说出的那句一定会有好消息的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苏瑞话锋一转，说道：你从德弗兰西岛带回来的那个面具女人已经审出来了。苏无忌的眼睛一亮：终于吐口了，调查局审出来的吗？不是，他受过非常专业的反审讯训练，在调查局的手里坚持了很久。苏瑞说道：我从碧康养老院里叫来几个人帮忙，这才审出来的。显然想都不用想，这审讯过程必然极其残酷，完全超越人体的承受极限。至于什么审讯规定，肯定早就抛到了一边。苏无忌：他是卡门监狱的人吗？苏瑞摇了摇头：他不是来自于卡门监狱，
而是一个叫禁锢黑渊的势力，总是打着卡门的旗号招摇撞骗。这一点上，方兰霜一直被欺骗了。曾经，卡门监狱是黑暗世界里最神秘的势力之一，外界都不知道这个监狱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他们只要收到足够的钱，连黑暗世界的12天神都敢抓，给多少钱就关押多长时间，从来不担心会被报复，简直是世界上最讲信用的私人监狱。只是这些年来，卡门监狱似乎已经没落了，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传出来了。禁锢黑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势力？苏无忌说道。我之前听说过，但并没有当回事。但最近发现，这个势力可能已经秘密存在了很久。苏瑞难得在儿子面前露出了郑重的神色。不仅做一些秘密关押的生意，甚至还涉及了人体改造，不简单。苏无忌不禁想起了那位被高科技手段强行拉进神忍大门的东乡浩平，他立刻问道：那个女人还说什么了吗？苏瑞说道：她的级别不算低，知道很多东西，但并不知道坠机案的具体细节，也不知道这个禁锢黑渊的总部在哪里。你这次去非洲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消息。苏无忌点点头：谢谢老爸。苏瑞拍了拍儿子的大腿，说道：注意安全。其实父子之间的关心往往都是点到即止，并不用言语来表达。苏无忌能体会到老爸的关心，他想了想，又问道：对了，关于那沙溢佣兵团和这禁锢黑渊，会不会有什么关系？苏瑞淡淡说道：不管有没有关系，把和这帮杀虫有关的势力一个个找出来，全部干掉。前面负责开车的上校秘书一直没插嘴，但当苏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整个车厢的温度都随之下降了不少。那位平时经常在司令部打牌的男人，似乎露出了当年叱咤风云的峥嵘一角。过了一会儿，苏瑞率先下车了。我送送您啊。苏无忌也开门跟下来了。苏瑞的手放在儿子的肩膀上，他看着面前那张年轻的脸，说道：需要支援就开口，别硬撑。苏无忌笑了：那还是算了吧，我要是落到被您支援的份上，那可太丢人了。遇事多个心眼，等你回来给你摆一场酒。苏瑞说道。上校秘书扭头看到苏瑞的拇指正摩挲着儿子的肩膀，动作轻的像在擦拭狙击镜上的雾气。车窗外阳光正热烈，将两人的轮廓蚀刻成沙漠里的胡杨，一颗早已扎根深处，一颗正在拔节向天。对于岳冰凌来说，大战迫在眉睫。在收到短信的8个小时之后，特别行动组化妆成自驾游客进入了普勒尼亚。穿过前面的这一片山区，就是普勒尼亚边境最大的城市啊。邵永阳说道：你们在山区休整，我先去城市里探一探情况。这座城市名为桑吉，就是侦察 A 组最后失联的地方。好，注意安全。岳冰凌说道：时刻保持通话。在此之前，烈焰大队已经分成了几小股，分别撒进了普勒尼亚的炽热大地上。严格说来，这几股小部队算是兵分两路，将会分别在巴托梅乌港和前面的桑吉市完成会合。邵永阳带着3名国安特工和4名特种战士，2台越野车加速向前行去，预计将在1小时之内穿越山区公路进入桑吉市。岳冰凌和万辉尘共处一台车子里，
身后还跟着4台保障吉普车。还好，在这8个小时里，烈焰大队的其他战士并没有再出事。伊文斯已经落地非洲，正在被送往普勒尼亚。岳冰凌说道：我们暂定于桑吉会合，是该和沙溢佣兵团聊一下交换人质的地点了。只是对方一直在没有发信息过来，岳冰凌照着那个号码回拨过去，也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里。万灰尘说道：不知道是不是大队长亲自押送伊文斯，如果是就太好了。虽然他在烈焰大队服役多年，一直当主持工作的副手，但对年轻的苏无忌却从来都是心服口服。岳冰凌轻轻说道：是他就太好了。顿了顿，岳格格收起了眼底的一丝期待之意，但苏副组长不会那么快的。算一算从华夏首都直飞普勒尼亚的时间，起码也得10个小时。这一片茫茫的热土上充满了无穷的未知，尤其是在烈焰大队侦察 A 组失联之后，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无比谨慎。岳冰凌更担心的是，押送伊文斯的人马如果被半路劫持，那么他们将失去换回侦察 A 组8名战士的筹码。半个小时之后，岳冰凌的车子进入了山区。而这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了，来电号码正是和之前的短信号码一模一样。岳组长，我是沙溢副团长特莫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已经进入了普勒尼亚境内了吧？一道粗声粗气的声音响起来。从这音色来判断，对面应该是个高大强壮的汉子，口音很粗糙，并非标准的伦敦腔，而是带着一股非洲独有的沙砾感。岳冰凌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你们在哪里？我想我们应该约定一个具体的地方来交换人质了。特莫多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岳冰凌淡淡说道。那就太好了。特莫多微笑着问道。我迫切地想要看到我们的团长回来。对了，他已经到非洲了吗？岳冰凌直截了当地说道。再等10个小时才能降落。哈哈，你没说实话，岳组长。特莫多说道。你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态度，对我们的合作很不利。岳冰凌淡淡道。我没有撒谎的必要。哈哈，既然如此，我也要表现出我的态度了。特莫多说道。5个小时之后，在桑吉市东南角的八角笼斗兽场，你把伊文斯团长还给我们，我把那8名特种兵交给你。八角笼斗兽场。岳冰凌的眼光一凛。在来到非洲的路上，他做了很多关于普勒尼亚的功课，也听说过这个八角笼斗兽场。这是普勒尼亚最大的拳赛赌场。在混乱的非洲，赌场基本上都是公开经营的，而像这种八角笼斗兽场，则是所有赌场里最血腥、最疯狂的一种。只要八角笼的铁门一锁死，那么只有一方被打死，铁门才会打开。当然，虽然名字叫斗兽场，但对战的双方基本都是人。毕竟这种状况下的参赛者和野兽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特莫多既然把人质交换地点选择在这里，那么无疑说明这个斗兽场的背后老板应该和沙溢佣兵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八角笼斗兽场极为挑动赌客们的神经，会让他们的兴奋度极高，下注自然也是极为夸张，用日进斗金来形容都是谦虚低调的说法了。对，就是这里。特莫多说道。如果你们迟到了，那么每迟到1小时，我就把1名华夏特种兵扔进八角笼里，再扔进去2条非洲沙漠的猎狗，
看看究竟是人能打死狗，还是狗把人撕碎。说着，他哈哈大笑，笑声中泛着残忍的意味。岳冰凌并没有被这样的话语挑起愤怒，他仍旧冷冷说道：如果你敢这么做，那么我会一根一根切掉伊文斯的手指头。你打伤我几名战士，我就锯断伊文斯几根骨头，你可以试试。该死，我竟然被你威胁了，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特莫多还在笑着，看来岳族长真是个很有意思的对手，我很期待和你在八角笼的见面。5个小时，倒计时开始。说完，他便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万辉尘在随身电脑上操作了一下，调出了几个和八角笼斗兽场有关的信息界面，随后威胁凝重地说道：这个斗兽场能容纳赌客1000人左右，是一个篮球场馆改造的。我们如果进去，必然会落入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岳冰凌没多说什么，思考了一会儿，拨通了邵有阳的电话，把刚刚与特莫多的交谈内容转述了一遍。随后他多说了一句：5个小时之后交换人质，你提前抵达，伺机而动。也好。邵永阳闻言，心中已经有了想法。可是这时候，举着望远镜的万辉尘忽然说道：有狙击手，1点钟方向的树下面，立刻压制。在他的望远镜里映过了一道太阳的刺眼反光，虽然转瞬即逝，但还是被万辉尘敏锐地捕捉到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2把机枪立刻从后面的车窗里伸出来，子弹射向刚刚所报的位置。那狙击手还没来得及开枪，便已经被机枪子弹打爆了脑袋。厉害！岳冰凌冷声说道。全员加速前进。烈焰大队的训练有素，着实超出了他以往对于特种兵的认知。相比较而言，自己手下的行动处在单兵战斗力上就明显弱太多了。几台车子全部加速，轮胎在地面上卷起干燥呛鼻的黄色烟尘。侦查周围情况。万辉尘命令道。随着他的命令发出，4架遥控无人机升上天空。紧接着，一名烈焰大队的战士便汇报道：前方山间公路有武装力量扎营，大概30人，发现5门迫击炮。而岳冰凌和万辉尘所在的这支分队，原本一共才25人，还被邵有阳带走了7个。对方有30人，明显占据着人数和火力优势。汇报声音再度响起。从衣服看，他们是东非当地的叛军赤色巴尔。赤色巴尔是一股盘踞在普勒尼亚、兰斯尼亚以及周边好几个东非国家的武装力量，于25年前成立，一直寻求所谓的信仰独立，经常制造一些过激的流血事件。宋鹤鸣当年在非洲的时候，曾经被这一股叛军搞得很烦，他后来亲自设计坑死过这赤色巴尔的副总指挥。而与此同时，岳冰凌的手机再度响起，又是那个特莫多。我就在路上安排了一个狙击手，本来想给你们制造一点小麻烦，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暴露了。特莫多微笑着说道，他好像完全不生气。岳冰凌冷冷说道，你根本没有交换人质的诚意。岳族长也是一样，我的狙击手被你们打死了，这说明你们距离斗兽场已经不到2小时的车程了。特莫多说道。万辉尘眯了眯眼睛说道，阴险狡诈的家伙。你还想怎么样？岳冰凌冷冷问道。我只是想给你们多留下一点障碍罢了。特莫多说道。我总是听说华夏军人不抛弃不放弃，那么你们一定会在5个小时之内突破重重阻碍，
抵达斗兽场的，对不对？他的声音里透着玩味，但更多的还是狠辣。岳族长，接下来我会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你们来到普勒尼亚。这时候，正查看无人机拍摄画面的万辉尘忽然一攥拳，喊道：“攻击！”这命令一下达，天空中的4架无人机中，有3架立刻加速俯冲，扑向了赤色巴尔的迫击炮阵地。在那阵地上，几名武装人员正在装填炮弹，而从炮口的射击曲线来看，弹着点应该就是这一段山间公路。轰轰轰！在迫击炮弹射出之前，无人机嗡鸣着落下，随后当场爆炸。无人机的自爆引爆了迫击炮弹，剧烈的爆炸声在阵地上接连响起，地面似乎都在震颤。那30名赤色巴尔成员，起码有一半都被炮弹的爆炸波及了。与此同时，苏无忌的老爸苏瑞正在夕阳下的军亭湖畔钓鱼，眼看着鱼儿即将咬钩，这时候汽车的声音忽然响起。苏瑞没好气地扭头一看，一台劳斯莱斯幻影驶到了身后的路上，后排车窗放下，露出了一个瘦削老男人的脸。你怎么来了？看到大哥来了，苏瑞放下鱼竿站了起来。这里的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我不能来。苏无羡呵呵一笑。苏瑞，你得赔我刚刚那条鱼。苏无羡没搭理这句，而是呵呵说道，嘴上潇洒地说着放养儿子，结果刀子嘴豆腐心，还是偷偷摸摸地去叮嘱了好几句。这是你干的事情吧？苏无羡，苏无忌是我儿子，我不能疼。苏瑞一挑眉毛说道，狗东西。苏无羡忍不住骂了一句。他觉得自己和苏无忌的名字被前后一起说出来，听起来好像都是苏瑞儿子似的。这个混账弟弟占起便宜来简直没完没了。苏瑞没好气地说道，而且相比较老爷子当年对我的那些话，我对那小子的几句叮嘱又算什么？儿行千里父担忧，苏无羡，你就是嫉妒我有儿子。他忍了足足半分钟才说道，上车。上车干什么？苏瑞说道，我还在钓鱼呢。苏无羡忍着脾气说道，赤烟回首都了，一起吃个饭，顺便谈谈家族继承人的问题。在率先使用无人机抢占先机之后，万辉尘沉声说道，狙击手就位，突击小组进驻阵地。和战斗素养极高的烈焰大队相比，这剩下的10几个赤色巴尔的成员无异于散兵游勇了。像这种遭遇战，烈焰大队平日里都不知道演习过多少次了，确实已经和吃饭喝水差不多了。10几分钟后，在没有一名伤员的情况下，烈焰大队彻底解决战斗，随后继续前进。可没走多久，侦察兵又在前方1公里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处机枪阵地，顺手就给干掉了。虽然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阻碍，可是队伍前进的速度却被大大拖慢了。明明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便可以离开的山区，这连续耽误之下，通过时间怕是起码要翻倍了。万辉尘说道，我总觉得这个副团长特莫多并不是真的要交换人质，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给我们设置那么多麻烦？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岳冰凌的神情很沉静，明显陷入了思考之中，轻声说道，只要找到答案，就能一击决胜。他现在已经换上了全套的战斗装备，
战术头盔和护目镜全都佩戴整齐，子弹也已经上膛，烈焰大队也彻底不再伪装成游客了，看起来就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强悍佣兵。车子开了半个小时，又遇到了赤色巴尔组织的2个狙击小组。烈焰大队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阅兵营所在的这台车却受损了，一扇车窗玻璃被打碎，右后车胎被打爆。如果不是提前戴上了护目镜，那飞溅的碎玻璃能让岳格格当场失去一只眼睛。而在与沙溢佣兵团交战的这几天，这种危险常伴身边的状态几乎是所有人的生活常态，就连担任指挥的万辉尘也受了伤。在前天，肩膀也被沙溢的老兵油子所丢出的手雷擦出了2道口子，差一点伤及骨骼。而在经历了磕磕绊绊的2半个小时之后，这几台车终于驶出了山区，进入了桑吉市的郊区地带。距离跟特莫多所约定的时间只差2个小时10分钟了。如果径直赶往位于桑吉市另外一端的八角笼斗兽场，大概只需要40分钟。但即便赶到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个佣兵头子伊文斯还没被送来。这桑吉市的郊区破败不堪，到处是赤着上身的干瘦男人和光脚走路的大脑袋孩童，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人的脚底都溃烂得不成样子，那是被沙枣寄生所致。这最大的边境城市简直遍地贫民窟。阅兵营的车子驶过，所有孩子都眼冒绿光地围上来，想要趁机要钱要食物。阅兵营见状冷冷说道：不要减速，撞过去。万辉尘这老兵的眼睛里闪过清晰的激赏之意。这几天的相处下来，这位年轻漂亮的行动组长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妇人之仁，做决定的时候皆是果断坚决，眼光精准，毫不拖泥带水。在此之前，万辉尘其实认为这位家世显赫的岳组长是借此机会刷履历的，还有点担心他会瞎指挥而拖累烈焰大队。现在看来，自己之前的担心和戒备纯属多余了。随着阅兵营一声令下，几台车子同时加速，引擎的轰鸣声让前方还敢挡路要钱的黑人少年们纷纷狼狈躲避，生怕被当场撞死。这倒不是阅兵营没有同情心，主要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而若是车子被拦停，怕是周围贫民窟的人都得涌过来，到时候就不是乞讨，而是聚众抢劫了。万辉尘来非洲作战过多次，对于类似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悲悯之心就不该在这片土地上存在。所有的心软最后都会变成射向自己的子弹。就在这一支小队穿越郊区的时候，邵永阳的声音在通讯器中响起来：我已到达八角笼斗兽场，周边是一个人流量很大的露天市场，很容易制造混乱。阅兵营说道：邵副组长先进去查看情况，伺机而动。邵永阳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说着，他隐蔽地做了个手势，和3名国安特工前后分批进入了这所谓的斗兽场。至于与邵永阳同行的4名烈焰大队成员，则是留在外围分散警戒。其实无论是在斗兽场的外面还是内部，皆是能看到背着武器的佣兵，当地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几年来，赤色巴尔组织已经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掀起的叛乱风潮愈演愈烈，而且整体作战风格极为机动灵活，搞一次流血冲突之后就迅速转移。
普勒尼亚和周边几个国家的政府军实在是战力羸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力将赤色巴尔彻底剿灭，只能通过国际上的一些援助资金，聘请雇佣兵来帮忙。烈焰大队今天干掉了赤色巴尔30余人，这战绩要是放在普勒尼亚政府军的身上，绝对值得大规模宣扬的。然而，就在阅兵营这一队即将彻底穿越郊区贫民窟的时候，前方几百米的道路上忽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万灰尘拧眉说道：“是迫击炮。”迫击炮的目标显然不是对着他们的，而是在攻击普勒尼亚政府军的车辆。有2台运兵车正朝着烈焰大队的方向仓皇逃过来。阅兵营面无表情，真是倒反天罡。这是在普勒尼亚的城市里，政府军居然被人追着用炮弹炸。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这种天方夜谭，实在是太扯淡了。政府军朝着这边逃过来，炮弹就追着后面炸。不过，这迫击炮弹明显也是没太有准头，好几发炮弹都落到了旁边的民房上了，丝毫不在意误伤平民。分散，下车。阅兵营说道。由于距离太近，道路又窄，烈焰大队的这几台车已经没有空间驶到安全地带了。果然，等战士们下车之后，刚刚找到合适的掩体，那几台越野车就已经被炮弹命中了。之前瞎炸一通的迫击炮手，这次像是突然长了本事，每一发炮弹都是无比精准，全部落在车厢顶上。要是阅兵营没有下达下车的命令，现在这近20名烈焰大队战士已经被团灭了。趁着混乱，那2台普勒尼亚政府军的运兵卡车朝着远处疯狂逃窜。万灰尘沉声说道：“迫击炮在3点钟方向干掉他们。”10几秒之后，连续2道枪声响起，安静了。2发狙击枪子弹干掉了4名迫击炮手，每一发都是1穿2。阅兵营神情冷冽，他几乎可以确定，这一次的遭遇战就是那位副团长特莫多送给自己的礼物。对方要炸的根本不是政府军的运兵卡车，而是烈焰大队。连续发生这好几起袭击事件，只能说明在进入普勒尼亚之后，阅兵营一行人的一举一动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注视之下。就是冲着我们来的。万灰尘沉声说道。他做了个分散前进的手势。烈焰大队还需要提高推进速度，避免陷入更加艰苦的巷战。而在这错综复杂的贫民窟里，敌人想要借助地形来布置一些埋伏，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而这时候，阅兵营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还是那个特莫多。岳组长，你们的表现很不错，要是换做别的队伍，可能已经被我团灭好几次了。特莫多说道。这样的战斗力，甚至让我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了老沙义佣兵团的影子。阅兵营冷冷说道。如果你要打，我们就直接打，不要再玩交换人质的套路。特莫多笑着说道。我培养出一个优秀炮手是很不容易的，可今天都有好几个都死在了你们的手上，这笔账我得跟你们华夏人好好算一算。阅兵营面无表情。可这是你们自找的。他已经从这特莫多的话语之中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赤色巴尔组织和沙义佣兵团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听从后者的指挥。岳组长，我现在改主意了。特莫多说道。我可以不再给你们设置任何障碍。阅兵营的声音冷冷。说出你额外的条件。和聪明人交谈，
就是省时省力。我的条件是，特莫多说道，如果伊文斯团长来了，加上你作为交换，我就立刻释放8名华夏特种兵。岳冰凌的眼光一凛，你确定？以他做事情不顾代价的性格，是真的可以这么交换的。特莫多说道，当然，我没有任何欺骗你的必要，1换8，很划算的。岳冰凌沉默了。特莫多继续道，交易的时间地点不变，我等你和伊文斯团长一起来。万辉尘在旁边沉声说道，岳族长绝对不可以，如果要交换人质，我去。岳冰凌说道，我可以去，先把8名战士换回来再说。特莫多笑道，果然不愧是岳国泰的女儿，佩服佩服。岳国泰的女儿。当特莫多一口叫破这个身份的时候，岳冰凌明显有种预感，那就是对方这次的真正目的不只是伊文斯，还有他。两边的通话还没切断，通讯频道里忽然莫名切进来了第3人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凛冽的杀气。特莫多，敢打我弟妹的主意？来，听听这是谁？一道不似人腔的惨叫声随之响起，对方似乎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听到这声音，特莫多的面色立刻变了，失声喊道，伊文斯团长。弟妹。在听到了这个称呼之后，岳冰凌的目光出现了一瞬间的凝滞，随后他那张冰颜上的线条似乎肉眼可见的变得柔和了一些。特莫多说道，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敢折磨伊文斯团长，我会立刻让华夏的8名特种兵付出同样的代价。你可以试试。那一道声音里透着强烈的威胁之意。这8名华夏特种兵从踏上非洲大地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如果他们在你的手里受了折磨，我会用更激烈100倍的手段来报复你。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见了这声音之后，特莫多的心里忽然就没了底。本来明明一切尽在掌握，按照他原本的布置，不仅能够解救伊文斯团长，还能顺便达成另一个目的。可现在这个突然切进通话频道里的声音，似乎让接下来的一切充满了变数。记住我的话，那道声音说道，在我把伊文斯带到斗兽场之前，8名华夏特种兵但凡有1人受伤，我都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听着这句话，特莫多竟是控制不住的打了个冷战。他之前所展现出来的那些凶狠与阴毒，在这个声音之下，好像常年处于寒冷阴影里的冰块遇到了炽烈的阳光，霎时间全部融化消散。好，你保证伊文斯团长没事。另外，我依然要让岳冰凌作为人质来交换华夏特种兵。特莫多坚持着说道。可是这个时候，那边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副团长，斗兽场突然失火了，8角龙比赛无法进行。特莫多一声惊呼，什么？通话旋即被切断了。岳冰凌攥着手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便听到万辉尘明显有些情绪激动地说道，是孤隼在负责押送伊文斯。孤隼。岳冰凌自然也听说过这位传奇兵王的鼎鼎大名，但是他更猜出来对方的另外一个身份了，弟妹。他在心中轻轻重复着这个称呼，某个在自己心中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却有那些温暖的人来不断给他送来答案。之前爆炸所引起的烟尘飘散天空，当岳冰凌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
他那眼睛里的柔和金光已经全部转化为了充满了勇气的光芒。他说道：继续前进，包围斗兽场。此时斗兽场内观众席发生了2处爆燃，这明显不是正常火焰，浓烟滚滚，火光四下激窜。这会儿正值比赛开场前，这爆燃事故把赌徒们当场烧伤了10几个，所有人纷纷往外撤，比赛选手们也立刻从没锁上的八角笼中逃了出来。显然这是邵永阳的手笔，他正随着人潮往外涌去，脸上还透着非常明显的慌张，不断尖叫着推搡着。这演技着实不错，完全看不出来刚刚那爆燃是他干的。如果这比赛不能继续进行的话，对于斗兽场的幕后老板来说损失极大。不过和特莫多更加在意的事情相比，损失的这些赌资都是次要的。守不住钱不要紧，因为今天是要命的时候。斗兽场的后台办公室里，特莫多大人，咱们怎么办？斗兽场负责人着急打着电话说道：我怕这样问下去会影响到人质交换的。电话那端特莫多的声音一下子阴狠起来：立刻找到凶手，谁都不准走，赶出来的人全部扫射。这家伙居然并不在斗兽场里，而是远程指挥。此时上千名赌客已经跑出来了几十人，可是随着特莫多的一声令下，外面机枪声突然响起来，哒哒哒的声音如同死亡的交响。最先从大门冲出去的赌客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慌乱的人们再度被逼了回去，邵永阳也退回了观众席。此时2个爆燃点所引起的火光都被工作人员手持灭火器给扑灭了，但整个场馆里还是弥漫着浓浓的烟味，极为呛人，不断有人大声咳嗽着。已经有10几个持枪的佣兵从后台走出来了，他们吼道：比赛暂停，排查凶手，所有人都不准离开。所谓的排查并没有一丁点技术含量，所有赌客们被勒令规规矩矩地坐在位置上。那些持枪佣兵们开始逐一仔细查看他们的表情。要是靠这种落后的排查方式还能把邵永阳找出来，那可真是见鬼了。作为国安的优秀特工，应对这种场面可没有太大的难度。邵永阳很快发现，这些佣兵们开始把排查重点放在东亚面孔上了。但还好，因为整个赌场里起码有1/5都是东亚长相。普勒尼亚虽然比较贫穷，但赚钱的机会也着实不少。很多华夏人会选择来这里参加基建项目，或者投资办厂，在滚滚热浪中淘金。但这个斗兽场往往又把那些打工人所赚到的钱吸走了一大部分，以至于很多人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妻离子散。这无效的排查进行了1个半小时，距离约定的交换人质的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了。特莫多给手下打着电话，远程指挥：我的耐心要耗光了，别等了，给他们看点狠的。话音落下，有一个被罩着黑布的八角笼被从后台推出来，推到了斗兽场的中央。而在现场的大屏幕上正切换着观众席的画面，这画质很清晰，甚至可以清楚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随后黑布缓缓掀开，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因为一个穿着迷彩裤、赤着上身的男人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他被铐着双手，脸上有着一大片擦伤所导致的血痕。这一刻，邵永阳的拳头下意识地攥了起来。出现在八角笼中的赫然是烈焰大队的被俘战士，
庄之间。他的上半身已经出现了好几道交错的鞭痕，每一道鞭子都让他皮开肉绽。随后特莫多那粗犷的声音在斗兽场中响了起来，这也不知道是哪国军人在我的地盘上搞事情，被我活捉了。特莫多言语中故意模糊了对方的身份，接着说道，现在他需要为他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所以被关进了八角笼中。邵永阳的表情不变，但放在口袋里的拳头已然握得更紧了，牙关已经死死咬在一起。而他的对手并不是人，而是我们斗术场最重量级的嘉宾。特莫多哈哈大笑，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对手才配得上这位战力优秀、意志坚定的特种兵。随后又一个蒙着黑布的八角笼被推了出来，和锁着庄志坚的笼子大门对在了一起。只要两扇门同时打开，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始决斗了。下面就让我们揭开这个嘉宾的神秘面纱。特莫多兴奋地喊道。黑布被掀开，一头犬类生物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很多人开始控制不住地倒吸冷气。这玩意大概有1米来高，显得脏兮兮的，皮毛呈现黄褐色，有着不规则的深色斑点，竟是非洲猎狗。这头猎狗的嘴巴上罩着一个金属套，不断发出呜呜的声音。他看向另一个笼子里的特种兵庄志坚，眼神极为凶狠。特莫多笑道，这是一头饿了2天的猎狗，很多人都以为猎狗喜欢吃腐肉，但你们却没有亲眼见到过猎狗猎食的样子，我保证那是世界上最动人的画面。停顿了一下，特莫多的笑声更大了，他说道，对了，我的这一头猎狗已经饿了整整2天了。现场一片哗然。邵永阳死死攥着拳头，眼神里已经明显透着愤怒了。虽然庄志坚的身手不错，可是他本身就受了伤，现在还被铐着双手，怎么可能打得过饿了2天的猎狗？特莫多的声音再度响起来，哈哈，在这个特种兵出场之后，你们所有人的表情都已经被我尽收眼底了。特莫多微笑着说道，第2排从右边数第5个人，把他也带到八角笼里来。邵永阳的表情一紧，因为被特莫多点到的这个人正是和他同属特别行动组的国安特工韩文涛。在烈焰大队的庄志坚现身八角笼之后，韩文涛的表情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波动。此时被点到的韩文涛被几名佣兵反铐双手，用枪指着压进了庄志坚的那个八角笼里。在这个过程中，他全程没有往邵永阳的方向看上一眼。很好，很有勇气。特莫多微笑道，我马上就要摘下猎狗的嘴套了，如果你们其中还有他的同伙，就抓紧站出来吧，不然的话，你们将眼睁睁地看到你们的同伴经受猎狗的惨烈撕咬啧啧，这将是你们终生难忘的画面。不要站出来！韩文涛喊道。砰！一名佣兵的拳头重重打在了他的嘴巴上。韩文涛被打翻在地，嘴角流血，但还是喊着不要站出来。庄志坚也喊道，我们不需要营救。显然他们都不想拖累同伴。特莫多冷笑道，好啊，既然如此，我可就直接放狗了。随后猎狗的钢铁嘴套被扯了下来，他一张嘴直接露出了尖利的牙齿。2个八角笼已经背对在了一起，中间的大门被缓缓打开。猎狗迈着步子，死死盯着大铁笼里的2个华夏人，眼睛里流露出残忍的光。
四肢弯曲，准备发力扑出。血腥的场景似乎即将上演。特莫多笑得更开心了。混账！邵永阳终于骂出声了。他正要冲出去，可是就在这时，一道紫色光华如同闪电一样从顶棚的天窗劈下来，纵贯整个斗兽场，狠狠劈进了八角笼里。唰！紧接着所有人便看到那一道紫芒竟是直接贯穿了猎狗的脑袋，将之死死钉在了八角笼的地板上。这猎狗发出了一声哀鸣之后，身体抽搐了好几下，便彻底没了动静。